前几天我拉黑了一个40岁的未婚大龄女。至于我为什么要拉黑她，真的是一言难尽啊。就是如果我再不拉黑她呢，我真的感觉浑身的细胞都得死掉一半了。她呢是5年前就开始相亲，在别的平台她交了一次又一次的费，花了很多钱，见了不下上百位的优秀男士了。可是这些人连一个愿意正常跟她交往的人都没有。之前呢有过一个男士跟她聊得还不错，可是第一次约会呢就约她上家里去，这回把她气的直接把对方给删除了。3年前她又找我咨询想了解一下自己的择偶定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会儿呢我其实很明白的跟她说过了，我说你的择偶方向如果真的没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你找不到呢？于是呢她就想拜托我再帮她找合适的人。那我就问她，你现在想怎么找呢？结果她的想法依然是大多数剩女的想法想找个优质的男人，学历、收入、颜值、情商最好都能在线。她觉得自己是国外留学回来的有一个很光鲜的工作，收入呢也不少，所以她觉得自己配得上一个优秀的男人。可是尽管我之前非常委婉的劝过她多次，尽量降低一点标准，毕竟年龄大了真的不好找了。她每一次都好像听进去了，但是呢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又回到原来的想法中去了。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沟通了好几次之后呢，我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我再也没有联系过她了。就在前几天她又来找我诉苦她说她真的很着急了，马上要过40岁的生日了，想在这个生日之前找到一个可以给她生日祝福的男人。我真的看着她这么着急，又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呢我就张罗着再给她找找看呗。结果前边刚刚说好的可以接受离异的，带孩子呢也可以，只要对方在北京有个房子就行，有稳定的收入和工作就 OK 了。她说自己现在就想有个家，别的都不看重了。最令我崩溃的是什么这一次我居然又相信了她呀。就在昨天，我又给她推荐了一位离异没孩子的男士，就比她大5岁。这个人呢还是个博士，在体制内工作，也有房子，收入呢也很稳定。这个男士倒是觉得可以认识认识我在估计如果他们两个见完面，估计还能成。但是令我想不到的是这个女的看到资料不到15秒就冷冷的回了我一句抱歉，这个我不见。那我就问她了，那为什么呀？她居然说男士条件太差了。于是我就问她，那你不是说这种条件就行吗？于是她马上反驳我，难道我就非得找一个比自己条件差的吗？这回我真的被她整懵了，也整火了。那你说了半天，你不还是要找条件好的吗？那你就别做这种白日梦了那些条件好的，人家有大把的年轻漂亮的女人可以找，人家找你这么大岁数的女人干嘛呀？她又不是脑残，又不是缺女人。你相亲都相了这么多年了，被上百位的优秀男士都拒绝过了，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呢？你那些自认为的优秀也好，自认为的骄傲也罢，那不过是你在自嗨罢了，我帮不了你。你可以继续自我安慰，以后呢也别再来找我了，好不好？真的是气死人都不偿命的。你们说是不是大龄剩女这个人群，有一部分人呢，别说是男人不喜欢他们，就连女人都讨厌他们。真不是对他们年龄的歧视，而是他们那种畸形的心态，我真的是觉得太让人下头了。你们说是不是？这次国庆假期我收到了4个好消息，3个坏消息。咱呢就丑话先说最后一个消息真的是王炸。先跟大家说3个坏消息吧。第一，有人告诉我国庆期间跟他热聊了2个多月的相亲对象，突然间人间蒸发了连消息都不回了。这不明摆着吗？你被竞争对手给比下去了吗？第二有个姑娘她在网上网聊了一个男的，国庆准备奔现了嘛，才发现被人家骗了，聊的是个高富帅，见到的呢是个矮穷矬，还被对方以投资的名义骗了10几万。你们说他冤不冤？奉劝大家尽量少网聊，那里边那些美女帅哥优秀的成功人士90%都是假的。第三一对已经订婚的男女取消婚约了，就因为女方要求婚前在男方的房产证上加上他的名字，结果男的不答应你们说
这个到底赖谁啊？我再来给大家说几个好消息哈。第一个呢，就是去年见面的二婚男二婚女终于在国庆的时候见家长了，眼看着呢要喝他们的喜酒了哈，还真的蛮高兴的。第二个呢，就是我的2个特慢热的女生啊，硬是交往了半年多，都没让男生碰一下下呀。哎，这2个男生还真是哈，人好有耐心，接了这事儿了，居然成了。11期间2对都已经见完家长了，这还不是好事吗？第三个哈，当然是有人结婚嘛，我亲自介绍的啊，谈了8个多月了，男大女小，相差18岁的恋爱啊，终于谈成了，婚期就定在年底。第4个好消息呢，当然就属王炸了哈，国庆期间嘛，我的一个会员啊生宝宝啦，去年领的证结的婚，今年啊就当父母了。时间哈真的是过得太快了，再过一阵再看，这孩子都满地跑了，你们说是不是？反正我这个11呢过得还蛮充实的哈，在北京工作没有脱单又很想脱单的朋友，记得关注一下我哦，一个做了12年红娘的大姐姐，没准哪天你就需要我了。我真的有点搞不懂哈，为什么有的姑娘她来相亲，张口就要求对方收入100万甚至1000万？我就想问一问，在北京1个月2万左右算不算高收入呢？不好意思啊，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2万收入太低了，抖音上刷到的那不都是这个收入100万那个收入1000万吗？在北京啊，有钱人满大街都是，随便拉一个都是开保时捷的。你呢也别跟我说你年收入30万50万了啊，都拿不出手。你年收入300-500万呢，人家觉得呀不过才是个起步。现在抖音上人均一个小目标，现实生活中呢可能也就8000到1万。谁现在敢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真实收入来？你们不觉得吗？在大城市哈，其实男女关系真的挺混乱的。2个人该吃饭吃饭，该看电影看电影，周末该出去玩出去玩，该上床还上床。第二天呢，他们还各自去相亲，然后会感慨没有一个靠谱的人。在北京哈，你说19万8的彩礼到底多不多呢哈？我们有2个会员呢，原本定在下个月结婚的，但是呢，男方因为19万8的彩礼呢悔婚了。你们觉得19万8的彩礼对一个北京人来说到底多不多呢？有位家长来找我哈，让我帮他在视频里吆喝一声，谁家有儿子的啊？到时候呢，我们能不能接个亲家啊？我们家呢不要彩礼，我们家也不要陪嫁。我们家有车也有房，到时候呢，让他们2个生2个娃，一个呢跟你们家姓，一个呢跟我们家姓，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如果有愿意的呢，来找我报名啊。我是在北京做了10几年红娘的丽欣姐，为了帮助到更多的人脱单，我每天坚持拍视频发视频，我真的不是为了当网红，而是希望认识更多的朋友。我非常喜欢北京这个城市，这里有我喜欢的事业，还有我幸福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呢，在这里我认识了成百上千的从陌生人变成了我的客户的朋友。如果你也有幸刷到了我的视频，给我点个红心支持一下吧，非常欢迎大家来我的工作间小坐哈，我请你喝茶。我有一项业务哈，叫精准择偶定位，有的朋友他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大多数的人呢都不太清楚自己能找个什么样的，他只是知道自己想找什么样的，对自己的认知和定位呢又不太清楚。可能你的择偶标准只是自己一拍脑门想出来的，你想的这个方向呢只是一个完全有利于你自己的方向，而这个方向的人呢，你并不了解人家他想找个什么样的。这一块你要是错位了的话，恐怕你一直会处在一个很难脱单的境地里。有些人为什么总是高不成低不就呢？而有些人为什么总是被别人短择呢？有些人为什么总是成为别人的备胎呢？这些都跟你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我每天接触非常多的单身男男女女10多年了，我非常了解男女的想法和需求。来找我咨询的也好，1对1的也好，大家都是花了钱的嘛，他们都愿意跟我讲真心话。上至很多大佬级别的会员，下至普普通通的打工者，他们都跟我推心置腹的沟通。所以呢，我听到的真话一定比你多得多。所以你的定位准不准确我比你更清楚。你的理想型愿不愿意找你这样的，我也非常的清楚。你来找我，我肯定跟你说实话。另外，如果你们在相亲初期很难推进关系的，或者想分手又担心不好找的，都可以过来找我聊一聊。任何的事情呢，
不能太着急做决定了。还有一些哈，你同时聊了好几个，你都不知道选哪个了，你也不知道谁是真心的。你要是犹豫不定的话呢，也可以来找我给你分析分析。大部分的人都属于高估自己的行情的，你来找我定个位哈，不会跑偏，也不耽误自己的时间。你会怎样跟一个姑娘去炫富呢？有姑娘来相亲哈，看见富二代穿了件优衣库，怀疑对方根本就没啥钱啊，可能就是个骗子。还有姑娘呢，因为男生跟她 AA， 就认为男生是个穷鬼，拿不出钱就跟女生 AA。还有女生因为男生饭后打包而看不起男生，她会觉得这个男生有点 low。其实这些男生都是被教育的很好的男孩，不物质，不攀比，懂得珍惜资源，低调行事，尊重女性。但是这些美德在有些女孩的眼里啊，那是穷人才会穿的衣服，那穷人才会做的事儿。而实际上呢，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啊都有不同的理解。有钱人不一定就是靠这些来炫富的，就好像北京人炫富时会说，走，去我的四合院坐坐。在你看来不就是个几百年的破院子吗？有啥稀罕的？广州人炫富也会说，走，陪我一块去收房租啊。贵州人炫富会说，走，咱俩去整2瓶茅台。如果是你在相亲，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姑娘知道你有点钱呢？80岁女啊，最自洽的理由都是什么呢？她们经常是这么安慰自己的：第一，可能我的缘分还没有到吧，我是相信缘分这个东西的，它一定会有。第二呢，谈恋爱结婚不是着急的事儿，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怎么谈恋爱，怎么结婚呢？第三，你若优秀，蝴蝶自来，我都这么优秀了，还怕遇不到吗？好饭不怕晚，再等等就好了。第四，中国男人几乎没有优秀的，总之我没有见到过。第五，快乐的事情很多呀，不一定非得结婚吧。第六，宁愿高质量的单身，我也不低质量的结婚。第七，我的前男友怎么好，但是我们还是分开了。于是这些大龄剩女就这么凭实力担到了现在，大家说他们值不值啊？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非常神奇的男女关系？看得上你的人他不会追你，追你的人呢，你又看不上他。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现在几乎没有人再去追别人了，都是我暗示一下你你要是没有 get 到，你太高冷了，那就拜拜了，下一个。就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你们信吗？人再好都不如命好，有的人一结婚就有车有房，有的人却需要打拼半辈子才能赶上别人的起点。有的女人什么都不会，老公呢就把她宠成了一块宝，而有的女人呢，她什么都会做，却被老公当成了一根草。所以说人再好都不如命好。这个呢是前几天一个94年的姑娘来跟我说的我看她很有感触你们觉得她说的对吗？80后的她为什么还不想结婚呢？她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觉得这2年70后80后真的挺难的。你看人家60后有儿女养，90后呢有父母帮，00后呢根本就不着急那所以只有这个70后和80后赚钱也难，找工作也难，穿着很便宜的衣服，过着非常憋屈的生活。睁开眼生活就是一地鸡毛，上有父母要照顾如果结婚了，那下有儿女要养育，根本就不敢休息，也不敢生病。步入中年之后是身不由己的，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其实所谓的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敢去面对它。我昨天的大半夜还在安慰一个80年还没有结婚的大龄未婚女青年，她说她都不敢奢望结婚了，看到周围的人婚姻也就那么回事儿，一地鸡毛。现在社会的离婚率又高得离谱，就有一种绝望。我不知道你跟她是不是有同感呢？其实大家真的都不容易来点赞支持一下吧。为什么这个男生跑路了呀？北京有一位中学老师今天呢在相亲角他遇到了一个男生呢就问他多大了，他回答说89年的。然后这个男生说我也是89年的，那你有房有车吗？女生说没有然后男生又问他了，那你有存款吗？女生说还是没有。男生觉得就很好奇那你什么要求呀？女生说我想找个年龄相仿的，在北京呢工作稳定一点有房有车有户口就行，最好呢是身高1.75米的。男生说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女生说我是中学老师。男生听完拔腿就跑了。这个女生就很纳闷自己什么都还没问呢，他怎么就跑了呢？真的我也很好奇大家觉得男生为什么跑了呢？
你们知道吗？大龄剩女啊，她们很多自洽的理由都是什么呢？她们经常这么安慰自己的哈。第一，可能我的缘分还没到吧，我是相信缘分这个东西的，它一定存在。第二呢，谈恋爱结婚又不是着急的事儿，没遇到那个对的人，怎么谈恋爱，怎么结婚呀？第三，你若优秀蝴蝶自来，我都这么优秀了，我还怕遇不到吗？好饭不怕晚，再等等就好了。第四哈，中国男人几乎没有什么优秀的，总之我没有见过。第五呢，快乐的事情有很多呀，不一定非得结婚吧。第六，宁愿高质量的单身，我也不想低质量的结婚。第七，我的前男友怎么好，但是我们还是分开了。于是哈，这些大龄剩女，她们就是这么凭实力让自己担到了现在。大家说她们到底值不值呢？最近我听了一个最扯的相亲现场哈，是这样的。这个一个单位的同事呢，给这个女孩呢介绍了一个男生，跟这个女孩说了800回，这女孩最后终于同意了，那就见见吧啊，人说这么多次了，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就约到外边吃饭，就菜刚刚点完，这个男生呢就开始掏出手机来玩上了，那就跟女孩也没说几句话，女孩见这种情况吧，就有点尴尬了，大家也没啥好聊的嘛，就等上菜的这个功夫呢，时间也比较长，于是这女孩自己也掏着手机两个人就开始看着手机。都不说话，结果大概过了10多分钟哈，这个男生啊突然就抬起头来，自言自语的说：“好了，终于好了。”这女孩这个时候呢，就抬起头来看着他说：“什么好了？”结果男孩说：“我跟前女友和好了。”这可真够逗的啊！那女孩这个时候才知道啊，这个男生跟前女友啊才分手3个月，一直都在求和中。于是呢，这女孩就说：“那咱这顿饭就别吃了吧。”但是可是菜都上来了。那没办法呀，就硬着头皮吃呗。结果没有过多久哈，那男孩的前女友过来了，3个人就坐一块吃饭呗，这也太尴尬了。于是这个姑娘啊就打算离开，可是这个前女友啊还硬是拉着她继续一块吃，就说当多认识个朋友得了。于是呢，这3个人就一块吃上了。没有想到好戏在后头哈，这吃饭吃着啊，这2人还一直在聊，结果聊着聊着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说话的语速就开始变快了，嗓门也开始提高了。没想到啊，这2人吵起来了。这回好了，刚刚和好，这顿饭才吃了一半，女朋友又被这个男生气走了。男孩这会儿哈瘫坐在椅子上，一副泄了气的球似的。于是这姑娘就说：“那你怎么不追出去解释解释啊？”结果男生说：“不用了，这回是真分了。”于是这女孩说：“那咱们也结账走吧。”结果这时候这男孩突然就凑过来跟这女孩说：“要不咱俩继续聊聊吧。”这姑娘想想啊，不管怎么说，这男孩条件也还挺好的，没人又说了那么多次，要不就再聊聊吧。于是呢，他又坐下来了。可是呢，这个男生立马又说了一句：“哎，以后我真的不想找特别漂亮的了，真的太难伺候了，脾气大还是找个普通点的，靠谱点。”这女孩气都不打一处来了，说：“那你这就是说我没有你前女友漂亮呗？没她漂亮怎么了？就冲你这情商，你再有钱也没女人喜欢。”于是站起来就走了。看看这个男生啊，他找得到女朋友都奇了怪了，这样的说话做事是不是也太扯了点呀？在大龄剩女重灾区的北上广，大龄的女生们，你们焦虑的不应该是遇不遇得到优质的男人，因为在大城市根本不缺优质的男人啊。你应该焦虑的难道不是你遇到了这些优质男人之后，你凭什么本事去吸引到他？你有这个能力吗？这个才是你核心要考虑的问题，对吗？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你们相信吗？人再好啊，都不如命好。有的人呐，他一结婚就有车有房，而有的人呢，却要打拼大半辈子才能赶上别人的起点。有的女人，她什么都不会做，但是老公却把她宠成一块宝；而有的女人，她什么都会做，却被老公当做一根草。所以说，人再好都不如命好。这是前几天一个94年的姑娘跟我说的哈，看来她非常有感触。你们觉得她说的对吗？小姐姐别划走哈，我问你个问题，你会嫁给一个有钱但是你又不爱的男人吗？你觉得这样的婚姻他会幸福吗？现在有很多的女生她是为了钱而放弃了真正的爱情的，但是我们需不需要思考一下，这种婚姻它真的能给咱们带来幸福吗？想一想哈，如果你现在嫁给了一个有钱的男人，但是你又并不爱他，那么你会不会感到无聊呢？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可能只是一些闲暇的时间，或者呢是一些度假的时间，但是平日里你们可能没有什么更多的共同话题，你们可能也没有更多的共同爱好，这样的婚姻你们觉得会带来幸福吗？来，我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为什么说大家认为
亲朋好友介绍的就比婚介的更靠谱。你心理上觉得肯定是靠谱的才会介绍嘛，认为熟悉呢就是能了解了。其实也只是基本情况有些了解，但是熟悉代表不了真的了解，毕竟找对象和普通交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何况如今的婚姻感情涉及的很多的因素是需要考虑的，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人相处性格都会有所变化。长久的感情不能只看基础条件，也不能只看内在的品行，需要内外综合考虑的，要不离婚率也不会这么高了呀。如今的这个婚介机构其实总的来说还都是比较正规的。第一步都会帮你选择资料审核认证嘛，比如说身份证房产证婚姻状况学历证明财产证明收入等等。第二步呢才会进行择偶定位分析的，最后给你匹配到合适的人。我为什么能够高效匹配脱单率高，都是因为经验所得。很多人来我这里很快他就找到了。我再声明一点，现如今已经是法治社会了不会有什么托有那就是在诈骗那是犯法的。要真的是那样我也早就关门了，是不是？